郭志辉变成三军统帅啊，什么意思？他昨天陈玉珍问他了说如果老共打我们，那金门就没水了，要不要做海水淡化这个设施多开几座厂，那海水淡化当然蛮贵的。郭志辉呢就说呢，你现在终于知道老共是敌人了。那还在反问反质询如果老共的飞机到金门，要不要把它打下来？那陈玉珍说当然打下来。你说的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启做这个海水淡化厂。整个对话是这样所以就说郭志辉怎么变成三军统帅经济部长了我觉得这点，其实我这2天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民进党跟国民党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国民党被冤枉也很衰了，民进党就我闹你嘛，闹你看你敢不敢打？那国民党的想法说你不要闹嘛，你没事你干嘛去惹事呢？但是真的如果老共打过来，那也只有抵抗嘛，你飞机真的上来，我也只有把你打下来。我认为其实就是这个立场，那到最后怎么办呢？但是我没有到最后阶段，最好不要嘛。那民进党的讲法就是闹你，看你敢不敢，看你敢不敢。那国民党说你不要闹他，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理由要打我的话，我也只好跟你拼命。这差在这个地方好吧？所以呢，陈玉珍还讲嘛，那真的到金门上空就把他打下又怎样呢？郭志辉本来以为他不会讲这个话，那就打下来嘛。你到我的上空，你还要怎样呢？所以呢，这个马文君再接着咨询，说你经济部把经济搞好就好，你这不共机打不打下来，干你什么事情？是你要管的事情吗？那另外呢，这个因为现在陆委会说民众如果申请了道路的定居证要处罚那所以呢所以这个他们的发言人呢，台办就是说你搞不懂搞得懂，是为了台湾人方便你要处罚人家。好，第一个呢，我们到道路都要领一个台胞证，那以后是不是领台胞证也要处罚呢？那台胞证反正就你来去，居住证是说，如果你在大陆要住半年以上，可能有些要读书要工作，也不少人在大陆工作等等之类的。那他要办这个什么银行要开户要有搭航班要申请驾照要参加比如说职业的考试大陆有很多职业要考试嘛，那你必须秀你的居住证出来，这为你的方便。然后呢，定居证那就是要住的比较久了而且呢，将来如果你要领身份证的话，你要先有一个定居证，所以它是有3种不同的证。换句话，按照他的讲法，台胞证跟居住证其实都是权益，就是让你方便而已。定居证可能是比较正式的。那现在我们呢，这个你只要有居住证都不行就不可以了等等意思是这样那另外呢，北女的老师欧桂芝他去转发一个鼓励大家参加的征文比赛，就说呢这叫统战征文。我看叫什么呢？什么叫统战呢？他呢这个基本上呢说是因为这是大陆那边跟台湾合办的，大陆那边呢说我看单位很多了，海峡出版集团，这是叫做福建省国有独资企业国营事业，这个省营事业。然后呢，这个民主促进会是共产党的附庸民主党派不是共产党是民主党派。还有呢，福建教育协会那另外呢，台湾叫做万卷楼图书公司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参加一起办的就是一个征文一个征文比赛共读一本好书，他们的征文比赛就在你有什么好书来讲一讲你等等等等。那你可以讲台湾有什么好书，台湾作家有谁？你可以去参加20万奖金20万。然后呢，这个欧洲贵子就转发在 LINE 上，就说大家可以参加，同学们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就说要依法查处现在那么多匪谍不查处然后呢鼓励大家这个以文会友呢要查处那马英九的这个马英九基金会的消息城的执行长就说，赖政府不敢碰共谍，只敢欺负高中老师。而且呢，他说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交流的依据所以呢，这个讲得很详细他这有什么违法呢？有什么违法？你一定要把说这些都长成共产组织。那大陆它没有什么不是共产组织了，都是连他的民主党派不是共产党的民主党派还有国民党了。那也是共产党，通通是共产党了陆委会就是你不乱讲，我们不是针对欧桂芝个人，我们是针对这个统战的行为征文比赛统战涉统战那所以呢，这个大陆的学者说，这叫做赖清德式的绿色恐怖，哪一个政见
也这个触法就激化两岸的对立，让两岸对立呢更加严重。拜登呢可能就这样想啊，嘴巴喊团结，对不对？其实做的事情都是分裂我们的人民。我们看一下。境外敌对势力是说他建机一直在侵扰国家哦，所以那时候是境外敌对势力，当他供水的时候，他就不是境外敌对势力了，是吧？若不增加自有水源，就怕金门未来可能缺水。但站在卓奎身旁的经济部长郭志辉，似乎只想跟立委陈玉珍另辟战线。他说自有水源是75%，这是在糊弄百姓吧？对啊。认为就是说中国他一定会切断你嘛？现在他每天飞机来绕，每天军舰来这边晃。这个担心是正确的，非常不应该啊！已经飞到我们的天空，我们政府都还没有办法把它打下来，这就是我的担心。怎么会从自来水讲到供给去？接着郭志辉又把手指往陈玉珍的方向一比，请回答我的问题。我们政府连中线都没有了，这就是我的担心。我支持啊！只要飞我们领空就应该打下来。那他在金门上面飞的，我们要不要先打下来？如果穿越领空就应该做，这是保卫中华民国决做，我当然支持。谢谢委员，我当然支持。所以我跟你讲，我们的政府没有连这样做，才让我担心。我们终于有共识了。两人一来一往，让夹在中间的卓荣泰笑到嘴角多次上扬，但同样对于两岸情势有人却很紧张。呼吁赖清德总统不要追求既无前景也无外援、毫不可行更无必要的台独建国幻想。来，世轩，这个要我去合理化郭志辉部长他所有的行为，我目前只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真心认为郭志辉部长的偶像是川普，一样是商人出身，一样由商转正，然后一样呢这个空口说白话，打嘴炮。所以我说，如果他的偶像是川普，那真的是合理化了他现在的行为。其实一个经济部长现在全台湾的人民关心的是说，因应这样子全国的这样子的经济海啸，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对策？你应该是非常严谨的去面对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他整天在立法院耍嘴皮子，然后跟这个在野党的立委在那边斗嘴，真的好。如果你要讲到说飞机的状况的话，没有多久以前我们在金门，我们还在讨论说无人机飞来，阿兵哥呢拿石头丢，记不记得？对，这是你实际的作为，真的飞过来了，结果你的作为是什么？那现在就打嘴炮，讲的好像似乎怎么样有飞机来，你真的敢打下来一样。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不管你看从一扯到意识形态，讲到这个叫做欧桂芝老师的事情也是一样，都是在意识形态打嘴炮。他如果照他这个逻辑行得通的话，请问双城论坛怎么办？台北市的双城论坛，当时候民进党议员吵着说蒋万安不邀请他们参加晚宴，他们是直接的共产党，还不是什么边缘组织什么党的。那你要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郭志辉这继续待在立法院，这个就会让全民看清楚说，到底我们现在执政党的经济部长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个郭志辉很可怕，他每天就在那边混吃等死的感觉。90天的豁免很快就到了耶。在这个90天的过程中，我就看到我们的这个谈判的这个部门似乎都一直在骗人，就说他们都有接触啦，有谈在哪里，接触在哪里。美国呢完全没有把台湾呢作为优先咨商的对象，他跟日本谈，他跟韩国谈，他跟印度谈，所以现在呢，我们连上餐桌的资格都还没有。怎么搞的？这个郭志辉在面对这么严肃的问题的时候呢，他用那么轻佻的态度，我觉得他就在混吃等死啊！他一方面呢，就希望于说90天呢豁免一到的时候呢，台湾呢，搞不好呢，我们还可以这个关税呢还可以再降一点哈。然后呢，我觉得杨金龙总裁呢在立法院询答的那个说没有，他们没有在压迫我们的这个汇率这个升值，是真的吗？然后他讲说然后在日韩谈判里面，我们已经升很多了，台北已经升不少了。对，我们已经升了。而且呢，这就是台湾的态度嘛，就是美国没有要求我们自动就会这样子配合他。好，然后在美国在跟日本的谈判里面是谈到汇率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不很严肃的来面对这个？我现在的经济部门呢，一方面呢这边混吃等死，好，然后就在这见缝想要趁隙的看看说有没有什么样，川普说了一句什么话，那我们就可以很开心，因为只要川普一对中国呢说狠话，
啊，他们就很开心了，就觉得说，哎呀，你看着好了，这个中美这样子对战的这个结果呢，一定是中国倒。我就告诉你，中国不会倒的。大陆呢现在的原则呢非常的清楚，我不主动接触，你不管你川普这边讲了一些脸消维啊，说什么你见到什么跟习近平通话啊等等啊。他们绝对不会主动接触的，一定要是美国主动接触，而且他们的底线已经很清楚了。你除非呢回到4月2号解放日之前的那个状态，否则一切免台。第二个呢，他们也不会屈服，不会下跪。好，我们从他们这一段时间来的做法已经看得很清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们就是专心做好自己的事。习近平呢，今天呢，他到这个上海去考察，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呢是上海去建设所谓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什么魔术科技空间啦，人工智能。大模型专业孵化的这个部分，它就是特别的针对呢，你美国分阶段不同的打压这个中国啊，它的这些的短板的部分呢，它就要加紧的来去补这个方面的短板嘛。你过去呢打华为，那我是华为不是这个晶片，他们也能够制造出来吗？而且最近呢，在3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个消息，我觉得特别值得重视。就是呢，中科院呢，它现在呢，理论上面，他们已经打造了那个光刻机哈，那个光刻机，因为艾斯摩尔就是荷兰的那个艾斯摩尔，不是美国，然后限制荷兰，然后限制输出给这个中国大陆吗？它理论上他们已经可以做3奈米的，他们走的是跟艾斯摩尔不同的路数，但是它真正是要到实际的市场上面来个市场化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这一切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当这个我们的经济部门在那边混吃，然后在那边等死的时候呢，在中美的这场大战里面呢，我们要清楚的看到中国怎么去应对美国的关税这场的关税大战。他们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呢，中国是全世界呢封国的规模最大最久的，所以这一次呢，当这个川普的这个关税战一打下来之后，他的确有很多方面呢，也面对到他的经济的问题啊、就业的问题。可是他在疫情期间的时候，他等于已经是演练过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川普呢，他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还是他在这次在竞选连任的时候，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不是有讲到吗？他相信习近平呢不会对台湾动武哈，但是呢，如果他一旦这样子动武的话呢，他会给他课关税，课到多高？他说我给他课到125啊，那现在不就是已经是这样子了吗？所以呢，这个也等于给了这个中国大陆呢一次机会，当他哪一天真的是要对台湾来发动这个战争的时候呢，现在呢就是一个经济的封锁跟演习战。就是说，你将来如果打起来会封锁，现在已经封锁，你是这样了。是。会有3句话了啊，就中国人一直都了解这个话的了啊。第一个叫做穷则变，变则通了。哦，你反正到最后不行我就变动嘛，变嘛。第二个呢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第三个呢叫夫国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哦，就中国人其实搞政治人或者一般人都牢牢记住这3件事情。你要把我逼死的话呢，我想办法能够变通。联合报黑白集是说呢，这个民进党现在搞东厂还不够看，还要搞文字狱，就讲那个欧桂芝那件事情哈。那苏起是说了哈，说现在台独这些人呢，一代不如一代。哦，李登辉、蔡英文也是讲台独，但是他们还是有点素养的。那现在怎么搞的？这越来越糟呢？怎么会这样呢？真是这样子啊！你看那些部长们也看得出来，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休息了再回来。好，那么我们最后一部核电机组了哈，核3的2号机在屏东，马上5月就要除役了啊，所以到了5月7号以后呢，我们真的是非核家园了啊。那但是呢，会不会电不够呢？卓荣泰说放心，2032年以前呢，我们的电都是足够的，没加哦。那另外呢，这个因为国民党希望能够发1万块嘛哈，每个人哈，有这么税基剩余啊哈。那卓荣泰就说呢，这个1万块哪够？如果电价调涨，冲击更大，所以呢，你就给我1000亿啊，我来给台电补助，就至少短期不会涨价嘛，否则的话给你1万块也不够啊哦。
那另外呢，这个核电到底要不要延役？哦，那国民党呢想搞公投，郭智慧搞公投干嘛？你们修法就好了。问题有修啊，赖士葆他们都有提出来，你也提出来了。哦，那修法的问题是土法不足以自行，光修法没用啊，没有过啊，他们还是卡在那里。这个就算过了，他不做也没办法，就因为主动权还在行政部门嘛，哦。那另外呢，这是民进党啊，有3条件啊，一个什么安全哦，核废料哦，全民共识哦等等哦，反正就是不想做的话呢，找各种理由来卡你了哦。那另外呢，将来84%都是火力咯，因为没有核电咯，那会不会造成空气污染呢？郭智慧说不会有什么影响啦，有什么影响？这是骗人的啦！哦，天然气将要占50%以上，天然气产生的什么这些二氧化碳的这个，也还是这一般的60%啊，比较低啦。哦，你烧煤啊、燃油的60%还是有啊。哦，所以呢，不是说那就是叫做这个非碳能源，不是，它是含碳的哦。国际上认为它是含碳的啊。那另外呢，台电说。台电真绝，已经要发展核电的时候，每天跟我们讲核电多重要，哦，现在呢，这不要核电了，又每天讲核电都不重要，哦，他说当年核电呢有10%，但是还是吃紧啦，哦，这情况是不一样，当年情况跟现在一样吗？现在是不一样的啦，哦，那而且现在将来你还要发展 AI 什么，那个需要用电量可能更大了哈，哦，所以呢，进入非核家园5月以后呢，卢秀燕说呢，这个能源在风险。哦，里面呢，这个海啸关税来临，在这个时候，能源更重要，你就让能源在风险当中啊。那前核四厂长呢，王柏辉说呢，政治凌驾专业，国家完蛋了，因为国家要重视专业，你不能都是政治凌驾专业哈。那另外我们看西班牙、葡萄牙啊，前2天突然停电18小时，连法国都受到影响哈。到现在为止原因不明哦，但是呢，主要是西班牙突然电下降了以后呢，就影响到葡萄牙，然后影响到法国，因为它电网是连接的。那西班牙是欧洲整个呢这个所谓这个绿能的大国，绿能最问西班牙阳光普照，阳光充足啊！我这个去年才到西班牙去，真的哇，葡萄长得非常好，葡萄酒也非常好的呢，很热了哈。所以呢，大概这个太阳能还不错，但太阳能的问题是，那有一天突然老天。太阳不要出来了，太阳公公躲起来了，你立刻就没电了哦，就立刻他们现在认为说可能跟这个都有关系哈，所以呢，这个他们现在是说极端气候的废话呢，极端气候不是现在才有啊哈，所以呢，台湾学到什么？如果台湾跟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突然停电了，那又怎么办？我们看一下。今年以来，我们还会有高雄的兴达、深坝电厂以及大潭电厂会陆续有新的机组加入发电。所以供电的量是足以来弥补核3厂2号机所除以的发电量的，供电是无虞的。第一个，我们会马上来这个利用这样的一个法令，我们可以盘点，我们现在的机组是不是安全？第二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核废料，核废料可不可以处理？安全范围内嘛，全民有共识嘛。来，这个智恩，你们高雄怎样？我觉得高雄现在真的是很惨啊，因为像瑞士这个那个什么 IQ Air 就已经公布这个 PM2.5的这个全世界把所有的城市放进来，把国家放进来，那个污染最严重的、空气品质最差的，台湾现在在排54。那台湾54当中的台南、高雄、金门、屏东大概都排前4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钢铁石化里面最大的一个部分，我们其实碳排量最高的。你先不要讲别的，光是目前为止欧盟要这个课税的这个边境课税 Bank 这个部分里面，高雄基本上面就占在全国里面当中就是占碳排放的20%，一年大概要缴200-300亿的一个碳税，你更不要讲别的。那你回到郭智慧，我真的必须要说，他已经被排除在所有核心之外的核心，因为你就看出他讲不出所以然，因为他没有资料，因为没有人会给他资料，因为他就不会去跟他去讨论这些事情，包括乃金刚刚所提到非常关切的未来我们要去跟美国做怎么谈判，都没有郭智慧的事，他下面的次长可能都还比他更进入这样一个核心，因为大家已经看出他的实力跟他的能力，你不能再对他有任何的苛刻了。干嘛？因为没有人，
现在目前为止没有人，因为他们现在目前来讲，没有人要做经济部长，当然没有人要做经济部长。我想有人要做的，有人要做，可能又不够资格，不符合能力啊。不过基本上以郭智慧这种能力跟实力跟这种讲话的方法，应该很多人可以比他更好啦。所以说520做，只看你有没有那个胆量，要接受立法委员这么大严格的一个处理哦。我还是要特别提到，他们说到2032年是不可能会缺电，完全错误。因为我们如果也还要如他所说的，1年可以有6座这个所谓算力厂进来的话，他已经承认了，他说我们要有10个这样子的一个工厂，但是我们台湾只能符合6座，只能符合电算中心，只能符合算力中心，只能符合6座，因为我们的水跟我们的电。然后你不要说我们现在只有3阶，他们不是要接4阶、5阶、6阶吗？盖一个这个所谓天然气的这个机组很容易，但是呢，你有没有气进来？你有没有天然气要进来？而且我也问过他们，你目前为止4阶都还在这个部分，5阶、6阶都还在环评的阶段。你即使把天然气运到这边来之后，你没有这个槽可以来储存，你怎么办？一个方法就是你暂存，转船，但是那个费用非常的高，那会转接到你这个部分。第二个就是你马上用掉，问题是我们没有天然气接收站呐。那我当时问他的时候呢，他说有办法有用一些旧的机组可以来做一个运转，旧的机组好不好？所以你表示他们对于未来可能台湾要有这么多的科技产能这样进来，但是你没有做好准备，你今天只能不断的告诉我们，好像这就是吹哨子一样，2032年绝对没有问题，怎么绝对没有问题？当然是有问题啊！不管是在整个能源，在这个稳定度上面。葡萄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我们不是只有说你天然气进来，更不要讲说未来的这个所谓被 block 住之后该怎么办。我们还有这个所谓的绿电、风电。那风电目前来说到第3期当中，其实很多人不愿意，很多外面的厂商以前都觉得我们好像是可以，因为现在都是亏本嘛。然后现在还需要政府来做保障，太多繁文缛节，现在几乎已经找不到任何的外商要来盖我们的风电场。所以你看风电场。不容易，绿能又没有办法达到标准，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现在，你说台湾怎么可能2032不可能缺电？我告诉你，今年暑假如果照这样的部分，虽然我们核电只占6%，但是今年暑假把这个6去掉完之后，你看看我们台湾现在的电有没有办法？而且我更不要说到了冬天之后，我们那个污染火力全开，那个污染大家就等着看好了。高雄啊，台中一带，对，他现在是这样，本来是说你盖一座天然气厂取代一座原来的火力发电厂。现在呢，盖了这个天然气厂，他不毁掉那个旧的，他还摆那边为什么？就怕没电，到时候没电，通常要启动。连核电厂，核电已经废核了，核电厂旁边那个发电机，它还保留在那个地方。那我们要修那个核管法，可是那个民进党就在阻挠。那核管法不过就是告诉你不要有那5年限制，然后你可以延长。美国这40年、50年，他们就不要啊，就要表示他们的一个立场，我就不懂啊，对不对？而且要台电自己主动，我们不会把法放开给他更有弹性，他也不要。真是匪夷所思啊！对，所以民进党每次都跟我们讲说不会缺电，我想他们的盘算就是赵哥讲的啦，以后就是火力全开啦。但是火力全开就是影响空污问题嘛，还有碳的问题嘛。你要2050碳中和就不可能做到，那电价也都会一直很高嘛。所以现在才会大家一直想说是不是要用核电。但我发现民进党很奇怪，他对于核电的讲法一直很暧昧，颠三倒四，像环境部的那个彭启明一下讲说什么政府没有说把非核家园当作意识形态，一下又改口。然后郭智慧他讲完以后一定被骂嘛，对，又改口。然后郭智慧他刚当部长的时候一副要用核电的样子，然后后来又改口之后，昨天接受媒体访问，讲了又要用核电的样子，就说核三研议好像不是问题，只要修法就好。然后还说那个要做那个要研究小型的核的反应炉嘛，SMR 嘛。但是重点，他还讲一个东西哦，他还讲说现在 AIT 要帮忙去处理核废的问题。那我不知道他爆这个料什么意思啊？可能是说是不是他们慢慢要带一个风向，也许有得到美国的压力，就是要求我们的政府要用核电，所以他把这个东西把它抛出来，否则 AIT 没事要帮我们解决核废要干嘛 ？AIT 能怎么帮忙呢？就是因为核废料是属于巴塞尔禁止跨境运输的，所以你只能在台湾处理 ，AIT 能够怎样呢？所以我觉得那个原之讲的那个风向可能是对的哦，可能这个美国那边呢希望我们要这个要用核电 ，AIT 已经讲了好几次了。AIT 上一次拜访韩院长的时候最在意的就是这个，对不对？对，他上次拜访韩院长的时候，除了国防预算之外，就有讲核能的问题，所以美国其实应该是有给政府一些压力。但我觉得民进党很奇怪，就是说他们已经有压力，然后
像我们上次在交通文化委员会，我们讨论那个核管法，其实那个案子我们也没有当下也没通过，只是送到院会去讨论而已。结果民进党在现场就拍照做梗图，就攻击我们，就讲说什么国民党又要让核电恢复啊，不处理核废。不是啊，处理核废是你们政府的问题，好不好？你今天就算核电厂就全部都除役了，你也是有核废要处理啊，总不能核废就永远放在核电厂里面，你还是要找一个终极处置厂。这个也是当初台电提出来计划里面说要做的事情啊。那他现在讲说要那个小型的 SMR， 那个也会有核废，有的甚至核废还更多。那所以加起来绝对不少了，加起来就是要解决、啊。比如说你100万千瓦的一个基础，如果你分成25座，5座加起来的问题可能比1座还大。对，所以要务实，我觉得民调务实处理，不要每次讲到能源政策都颠三倒四，不知道他们到底讲的哪一句话是对的。因为他就是不要，就是反对，然后找出一堆理由、一堆前提、一堆条件，那么扯过来、扯过去，其实结论就是不干，要废掉。休息一下再回来。